1840年，英国人靠着船坚炮利，打开了清廷锁国的大门，清政权无力反击，列强们相继取得中国的贸易与诸多通商权利。而此时的日本也是同样的命运。当时日本正处于腐朽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对外也实行锁国政策。而当时的世界局势也和现在不同，虽然现在各国早已停止了殖民政策，但当时却不同。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殖民和开拓海外是每一个先后崛起的强国热衷的游戏。1853年黑船事件爆发，美国海军舰队直入江户湾，要求幕府与之谈判，让日本打开国门通商。天皇在当时并无实权，天皇下达攘夷的要求，直接被幕府无视。1854年，幕府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同意开放下田和香馆2个港口，给予最惠国待遇，正式宣告锁国政策的结束。没过多久，英法也相继迫使日本签署不平等条约，这引起了日本国内舆论的普遍不满，尊皇攘夷的思想开始出现。当时日本除了中央掌握实权的幕府，还有地方上的藩士诸侯，包括长州、土佐、萨摩等藩。这些藩士具有维新的思想，且颇具实力。而日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都来自一个家族的继承，虽被幕府架空，但在日本社会被尊为神道教的化身，天照大神的后裔。自1866年开始，藩士开始结盟，并尝试与天皇接触，主张倒幕。他们以尊皇攘夷为旗帜，发起叛变。1867年，幕府被推翻，新天皇继位，次年正式登基，改元明治。一场全盘学习西方和发展资本主义，以及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改革揭开序幕。日本成为亚洲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这就是明治维新。明治的年号取自易经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民而治。明治的早期主要是有4藩把持，也就是灭掉幕府的萨摩、长州、土佐与肥前。其中实权最大的是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以及长州藩的幕户孝宇。在明治6年，日本发生了明治6年政变，大久保利通等维新派击败了守旧派，创立了内务省和主抓工业的工部省，加上先前的财政机关，也就是大藏省构成核心的行政体系，政府组织趋于稳定。在维新早期，日本派出了庞大的欧洲考察团，在长达1年9个月的摸索考察中，考察团探索出一条结合日本政治与法律的特点，本国的儒家和神道教思想，以及西洋的科学技术的独特发展道路。其中岩仓使团造访德国，便找到了日本迫切需要的发展模式，包括国家主导工业发展，以及俾斯麦的铁腕政策和强权理论，包括当时在欧美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再加上日本岛国特有的危机感和被侵略的屈辱感，这些都为日本后来向海外扩张埋下了伏笔。明治维新的内容包括：第一，改革身份制度，废除有等级之分的4民制度，4民也就是士农工商，并逐步废除封建俸禄，包括颁布了武士的废刀令，之前武士上街可以配刀，甚至可能随意砍杀。第二个改革则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动。1869年，萨长土肥4藩联合上书朝廷，要求将领地还给朝廷，随后推行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1道72县。1874年，朝廷颁布新法律，承认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允许土地私有化和买卖。这和土地国有化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实际上是藏富于民的一种表现。第三是司法改革，日本仿效当时先进国家的制度，分别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法，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私有产权受到法律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得以巩固。第四就是创建现代金融制度。明治4年开始使用日元，并于明治15年成立了央行日本银行，建立起一系列现代银行制度，资本成了日本起飞的助推器。第五，积极引进技术和新建基建。日本工部省实行官办产业制度，并兴筑新式铁路和公路。到了1914年，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同时政府还大力建设电信网、邮政网络以及整备船舶运输业，这些工业为日后的军事崛起奠定了基础。这是第5点。第6点是军事改革。日本自明治3年起开始制定征兵细则，次年成立兵部省统领全国军力，并设立海军省和陆军省，建立新式海陆军。陆军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海军则学习英国。
同时在教育方面普及义务教育，以及派遣留学生出海留学，并成立了西式学校。在社会方面，日本提倡学习西方的文化及习惯，马车、燕尾服、皮靴等开始在日本社会普及，人们开始消费面包、牛奶、啤酒，各地纷纷涌现形形色色的报纸。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明治维新基本上是仿效欧美制度，由掌权者推动，对日本社会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不光彻底改革旧有制度，甚至主张推行脱亚入欧、改良人种等改革主张。而相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也是相同时期发生的全国性工业运动，号称是一场既已质疑，也带来了新式教育和新式军队以及工业和银行体系，但其严重受到皇室的掣肘，中体西用，变革徒有其表。1895年甲午海战惨败后，革新派追求更为根本的制度变革，发起了戊戌变法。但该运动只是由一群没有实权的书生和傀儡光绪帝主导，慈禧等保守势力仍掌握实权，令改革寸步难行，最后变法胎死腹中。制度这个变量在英美日的崛起，包括后来四小龙和邓小平的全盘子化的改革，均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研究表明，制度甚至在英法几十个殖民地的发展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英法殖民者在美澳新大陆包括香港、南非建立了类似的制度，而在其他亚非拉地区建立了掠夺性制度，100年后的发展截然不同。制度因素在当今的经济学、政治学中也是热门话题，我个人呢也是制度学派的拥护者，我们以后也可以专门做一期视频讨论。我们再回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效果非常显著。1983年比起1972年，日本的出口总量翻了1倍，到了1914年更是翻了15倍，工业产值翻了12倍，蒸汽船数量翻了70倍，铁路里程翻了30倍。短短30多年，日本彻底成为了一个工业强国，这就出现了我们在日美贸易战里提到的，日本战败时识字率接近100%，制造业占比高达30%，而在中国出现类似的情况，则整整晚了100年。随着日本一天天的强盛，在明治政府的早期，也有征服李氏朝鲜的论调，也就是征韩论。其实日本很早就有扩张的传统，明朝时就有倭寇骚扰沿海地区。到了16世纪末，丰臣秀吉初步统一日本后，试图以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发动了2次大规模侵朝，但均以失败告终。17世纪的日本著名学者山路素行，以及18世纪即国学之大成的本居宣长，他们倡导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观，这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德川幕府末期，许多日本的经世学家都提出了日本要向外扩张的理论，认为日本应跳出岛国的局限。江户后期的战略理论家佐藤信渊更是细致地阐述了征服中国的系统性方案，即先侵略满洲，再征服中国，西侵东亚大陆，与南侵东南亚并进的扩张路线。这个方案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日本陆军和日本海军。佐藤的扩张主义思想在日本广为传播，奠定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此外，19世纪的世界和现在也截然不同，当时殖民主义盛行，各工业强国乐此不疲地攫取海外财富，占领新的领土，以及输出自己的一套体系。日本也意识到自己也会有被侵略的可能，当时的常州藩士吉田松阴提出，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和满洲之土以偿。在日本人眼中，满洲在清朝之前是女真人的大本营，并不属于中原领土。历史上女真人也曾入侵过日本。后来的明治维新期间，明治天皇宣称日本对外的方针是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同时，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与内阁中的陆海两大臣等军方的势力不断增强，与内阁相对抗。随着日本国力的不断增强，在种种因素的促使下，日本确立大陆政策，开始扩张。1875年，日本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和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再附属大清。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并与清廷就台湾和琉球的归属问题达成协议。5年后，日本并吞琉球国，并把琉球国降格为琉球藩。随后在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进攻中国的东北与山东，北洋水师全师覆没。日本在朝鲜的东学党起义时，以保护侨民为由，趁机出兵建立傀儡政府，
其后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并吞朝鲜。1900年，日本为八国联军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和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此外，日本并不满足战胜东亚弱国。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于对马海峡海战中重创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战胜俄国。1907年，日俄签订日俄密约，承认彼此利益，并将北满和内蒙划为日本势力范围。同时，日本依靠南满铁路而向满蒙地区殖民。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侵略中国东北，全面进攻中国，中国的半壁疆土沦陷。1938年，日本总理大臣近卫文弥发表近卫声明，号召建立东亚新秩序，也就是所谓的东亚共荣圈，欲让日满中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的关系。在新秩序的设想中，日本要同德意结盟，粉碎欧美列强对世界的统治，把亚洲从其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类理想主义刚开始受到日本民众普遍欢迎，也吸引了一部分亚洲国家独立运动的支持者，但是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军国主义及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加以改变而扭曲。亚洲成为了日本攫取资源的基地，日本在当地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占统治地位。东亚共同秩序被认为是美化战争的说辞。后来的事我们也都知道，日本战败投降，并在美军的监督下强行民主化，彻底和平转型。以上就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到对外扩张的全过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谢谢大家。